新年快乐，各位！我们来看今天的影片吧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多点，外边零下33度，睡在这东北大火炕上，竟然被冻醒了。胖早起先添把火，然后我再眯会儿，看这窗户上都结了一层冰。今天我家蒸年糕，可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。胖早起来先烧火，把这豆子给糊出来，然后我也赶紧起来收拾，把这被子也给收起来。昨晚洗的这个衣服挂外边也给忘了，冻得是当当的，拿屋里这个炕上，然后把这火烧旺一点炕着，一会儿也就干了。昨天吃完的剩饭还有点，然后我俩扒了2口就开始忙活了。撒年糕的话，要把这些东西都给搬出来做，外边的话也没有地儿放，正好上次有冻坏的这个冰桶搬过来，然后支一张桌子，这会儿的话也都冻实了，放在这个灶台边上也不怕化。先给它铺上一层豆子，然后烧火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家是每年年前都会蒸上一大锅年糕，还有炸年糕之类的。它不仅是好吃，而且寓意也比较好，代表着好彩头，一年更比一年高。而且年糕的话，它是甜的，代表着生活甜蜜幸福。你是不是在烤火呀？面和好，再给它搓一搓，把这疙瘩啥的都给它搓开，再来切一点配料，放点红枣啊、葡萄干啥的，吃着更有味儿。这外边大锅也就开始上气儿了，开始撒面，来一个双拼的年糕。在我老家的话，蒸年糕都是黄米面跟大枣，在东北这边的话都是糯米面跟豆子，所以说来一个双拼的，哪个味儿都能吃上。撒完第一层盖上盖，然后等它再上气的再撒上第2层，然后蒸个1个来小时就出锅了。第一次一个人蒸年糕，这面和的好像是有点干了，里边就不是很糯的样子。先让胖来尝一口，甜吗？再把这年糕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小块，晾凉之后冻起来，趁着热乎，然后夹2块给隔壁大姨送过去尝尝。这个黄米面的蒸出来之后有点苦的味道，不知道是陈面还是说咋回事。现在是离过年也越来越近了，我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准备年货了。你们那边都开始准备了吗？猫冬，这已经是猫的第3个月了，好像也没有闲着过。囤完猫冬要吃的，就又要开始忙着过年了。冻了一宿的这个年糕先给它收起来，上次赶大集买的大鹅呀、小鸡儿拿出来也给它解冻一下，一会儿回来好多成块，不然整只方是忒占地方，而且是越冻越结实，吃的时候化冻还比较慢。现在我家的闹钟就是这俩鸡了，每天都是被它的打鸣声给叫醒，再给它俩热点豆饼子添上。这俩鸡还挺挑的呢，自从吃上豆饼之后，这玉米面都不吃了。再把这院子给扫扫，好多南方的朋友想到东北来玩，但是不知道零下30多度该穿什么衣服，说穿貂能御寒吗？一会儿我们上街买点东西，顺便去看看，化个淡妆溜达一圈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出门了，大冬天这出门路上几乎是看不到几个人，就连这街里人都很少，不过穿的还都是挺厚实的。有朋友说这么冷的天穿貂能御寒吗？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也没有穿过，不过看着应该是挺暖和的。看这街里现在地上摆的也都是一些雪糕啊、冻货、冻鱼、冻虾呀、猪蹄儿、鸡爪啥的，还有冻水果，来一点雪糕跟冻水果。这就是所谓的屋外穿棉袄，屋里吃雪糕，热的时候还可以降降温。买完了，等了一会儿，胖也回来了。这天太冷了，还冻手。大哥刚轿子回家，把这吃的啥的都给他放冰缸里边。解冻好的这个鸡和大鹅也都好了，都给它剁吧，分成几个袋子，这一袋就是1顿的量，吃的时候也比较好解冻。特意留了半只鸡出来，直接就着来一个铁锅炖，把这鸡倒进去，先给它翻炒一下，看这油色都老好了，焦黄的。
然后添上水，就让它先咕嘟着。这外边实在是太冷了，添完火我们就先进屋了。想来东北玩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点，像帽子、口罩、手套啥的，最好再带一个围脖，因为来玩的话大多也都是在室外，这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。这棉衣、棉裤、雪地靴啥的，一定要多穿一点，穿厚一点，不然实在是太遭罪了。欢迎南方的朋友们来东北玩哦。南方忙着挣钱，北方忙着过年。今天大家都休息，聚一聚，来一个牛头宴，带大家看看在东北女人的地位有多高，东北老爷们有多宠媳妇儿。一早朋友去街里买了个牛头跟俩蹄子回来，先用这个喷灯给它去毛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这种场面，这么大还真没有吃过牛头。烤完第一遍先给它咔哧咔哧，然后再接着给它烤一烤。烤透了之后，把牛蹄子这一层壳给它敲一敲，敲下来，牛角的这个也给它都敲下来，一会儿好下锅。咔吃完之后，给它拎屋里刷洗个几遍，刷刷这一层黑的，嘴里边也给它扒开刷一刷，好像是稍微有点冻了，得先给它泡上一个晚上，再去脏。第二天本来是想着端院里给它剁开，然后一会儿好下锅煮的，后来想想怕在一边剁在一边结冻了，就又端回屋里收拾了。都说这玩意儿好吃，好不好吃的咱现在还不知道，以前也没有吃过，不过这收拾起来确实还是挺麻烦的。比划了下，这小锅好像是也盛不下，又把屋里最大的这个锅给它端出来，然后牛头先给它焯一遍水，然后再捞出来清洗个2遍，再放大料，就开始准备咕嘟了。不杀你那个。好，起来。咕嘟了差不多有5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锅了，看这牛头都已经炖的是脱骨了，轻轻一碰就掉下来了，稍微给它晾凉一下，然后改个刀给它切一切。但是上面有肉你吃了。看评论，有些朋友可能对东北老爷们儿有种误会，其实呢，东北老爷们儿是最疼媳妇儿的，在他们眼里，媳妇儿就是用来宠的。像我们身边的这群朋友，掌勺啊、做饭呀、洗碗、拖地是样样都会，几乎都是男人的活儿。如果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这女的也不用去上班，就搁家待着就行，只管美丽。今天的这一桌饭菜也都是这群老爷们儿给准备的，看看这一桌牛头宴咋样，是不是还挺有食欲的？牛头在中国农村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一个特别的席位，它不仅是农村家庭节俭持家的体现，更是乡土烟火气息的真实写照。看似不起眼的牛头，却蕴藏着无数滋味和故事。处理牛头是一门技术活，也是一项充满仪式感的传统。在农村，宰牛之后，牛头往往被分给村里的长辈或主人家，因为在农耕文化中，牛头象征着对劳动的敬意，也寄托着对丰收的感恩。拿到牛头后，第一步是清理，用火燎去残留的毛发，再仔细刮洗干净。这是一个细致的过程，但也正是这份用心，赋予了这道食材独特的韵味。牛头肉的处理很讲究，肉质紧实，筋膜丰富，既需要时间去煮烂，又要慢火去释放它的胶质和香味。正因为如此，牛头的每种吃法都在讲究慢工出细活。最经典的吃法莫过于炖汤。在中国农村，冬天的灶台旁总能看到一锅热腾腾的牛头汤。将牛头肉和牛骨一起放入大锅，加入大块的姜片、几颗大蒜，
再配上胡萝卜、土豆或白菜。大火煮沸后，小火慢炖数小时，锅盖揭开的那一刻，浓白的汤汁伴随着蒸腾的热气，香气扑鼻。这一锅汤不仅滋补养生，更温暖了围坐一桌的家人。每一口汤入口，仿佛都带着乡村的泥土芬芳和劳作后的满足感。另一种广受欢迎的吃法是卤牛头肉，这是很多农村人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时的一道硬菜。处理好的牛头肉放入特制的卤水锅中，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草果、陈皮等香料一同加入，再配以老抽、冰糖、酱油和黄酒，开锅后慢炖数小时，直到牛头肉完全入味。卤好的牛头肉经过冷却后切片，软中带韧，满口香浓。蘸上一点蒜泥或辣椒酱，更是让人停不下筷子。这道菜也常常被切成薄片，端上农村的酒桌，成为配酒的绝佳小菜。还有一种更具烟火气的吃法是烤牛头。在一些农村，特别是在东北或西北地区，烤牛头是逢年过节或大型聚会时的压轴菜肴。将牛头肉用盐、辣椒、孜然等腌制好，再架在炭火上慢慢烤制。火焰炙烤下，牛头肉的外皮变得微微焦黄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切下来的每一块肉都鲜嫩多汁，外焦里嫩，配上一碗热乎乎的酒，更是人间美味。牛头肉的每个部位都有其独特的魅力，脸颊肉紧实富有弹性，炖汤时口感最为鲜嫩，舌头肉细腻滑嫩，常被用来卤制，是餐桌上的精致佳品。耳朵和头皮部分富含胶质，经过炖煮后软糯又有嚼劲，特别适合作为凉拌菜或烧烤的材料。而牛脑髓则因其绵软细腻的口感，常被用来制作地方特色的汤品，成为难得的滋补美味。在不同的地区，牛头的吃法还会加入更多地方特色。例如在贵州或四川地区，牛头肉被剁成小块，与大量的辣椒、花椒和豆豉一起爆炒，制作成香辣牛头肉。麻辣的口感配合牛肉的醇香，既开胃又解馋。在山东或东北，牛头肉和酸菜搭配炖煮，酸菜的酸爽中和了牛肉的油腻，整个菜品浓郁又清爽，成为冬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。有些地区则喜欢将牛头肉煮熟后切成薄片，用来制作凉菜，加入蒜泥、辣椒油、香菜和陈醋，再撒上一点花生碎，简单拌匀，就成了一道酸辣开胃的小菜。这样的凉拌牛头肉既能突出牛肉的天然香味，又因为调料的点缀增添了多重层次，尤其适合在炎热的夏天里食用。不仅如此，牛头甚至还能用于制作酱料。一些农村家庭会将牛头骨长时间炖煮，熬出浓郁的骨汤，再加入辣椒、花椒、姜蒜等香料，制成一种浓缩的调味酱。这种酱料可以用来蘸牛头肉，也可以拌面、炒菜，赋予每一道菜肴更丰富的味道。牛头的每一种吃法背后都藏着农村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。炖煮的慢火不仅是对食材本身的尊重，更是一种对生活节奏的从容态度。在等待美味出锅的过程中，家人们围坐在灶台旁闲聊、拉家常，村里的邻居也时常串门帮忙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互动，构成了乡村生活最温馨的画面。在农村，牛头的食用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。从田间到灶台，从炖汤到餐桌，牛头不仅仅是一次味觉的享受，更是一种文化的表达。在农耕社会里，牛象征着辛勤劳作和无私奉献。用心烹饪牛头，不仅是对食材的珍惜，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敬意。这种对自然、对劳动的感恩之心，也贯穿在每一道与牛头相关的菜肴之中。如今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，牛在农田中的角色逐渐被机械化设备所取代，但牛头的饮食文化却依然被保留了下来。它不仅是一种美味，更是一种乡愁的寄托。当人们在城市的餐桌上品尝到一道炖牛头汤或卤牛头肉时，那熟悉的味道仿佛能瞬间将人拉回到童年记忆里。那是乡村的田间小路，是灶台边的炊烟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欢声笑语。牛头的故事还在继续，它的味道被一代代传承，它的意义被无数人珍藏。无论身在何处，当你吃下一口牛头肉时，记住，这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，更是一片土地、一段文化、一种生活的记忆与延续。